如果眼镜能够做到你看一眼二维码就能支付，能直接问面前的东西是什么价格，所有的消息、通知、高铁、滴滴的信息都会悬浮在眼前，甚至导航的时候你都不需要看手机，你会觉得这个眼镜有点意思吗？最近呢，我就有点想整个智能眼镜来用用，结果好家伙，不研究不要紧，一研究啥玩意儿 ，Air 反而是重的 ，Light 是更贵的 ，S 是便宜的，更别说价格了，1000多的有，8000多的也有。技术更是五花八门，上来给你介绍一个衍射光波道，简直是5个字加在一起等于完全听不懂。但是这一期视频我就试着来带你看看现在的智能眼镜又能买到啥。其实现在智能眼镜啊，还是处于一个比较 demo 的状态，就像是一个跷跷板 ，AI 显示、音频、拍摄和佩戴感受，捡起来这个那个就掉下去。为了方便小伙伴们理解啊，我就从用途上面粗略的分一下。显示拉门的叫观影眼镜，每一个都要点一点的，现在大部分厂家会称之为 AI 眼镜啊，那我就称它为带屏 AI 眼镜吧。只保留拍摄音频的就是 AI 拍摄眼镜。不过要选什么眼镜，可能还真由不得你，还得看看钱包同不同意。我们仔细看看，其实不同的价位段基本上就决定了你能买到的产品。1000以下的眼镜只有音频功能，这个我们都很熟了。1000多的眼镜呢，就开始做选择题了，加上摄像头变成拍照眼镜，或者是装上屏幕变成观影眼镜。而且这里面有个冷知识，贵的可不是真的掉到便宜的哦，加钱到2000多呢，才是带屏 AI 眼镜的起步价。当然，这里面没有算那些老款产品继续卖的，摄像头是不会丢的，而观影眼镜呢，也迎来了新的出装，计算能力。周边配置也会升级，比如说可调镜腿或者电致变色之类的。再上了3000这个价位，才会出现带屏 AI 眼镜的旗舰产品，甚至贵一点的，加上镜片可能就往接近5000走了。到这里，小伙伴们的钱包还顶得住吗？没事，顶得住，还可以加4000左右呢，又变成了观影眼镜的天下了。这一块可就是旗舰产品了。但有的小伙伴可能就要问了，看不起谁呢？有没有更贵的？哎，有的。再往上走，又回到了光波导带屏 AI 眼镜了。这么薄的镜片里面，全彩色的画面，完全就是科幻片走进现实。那5000多，那8000多。我们先看看顶级带屏 AI 眼镜，目前来看呢，夸克是完成度相对很高的。不过我要泼盆冷水了，完成度相对高，并不代表绝对很高，这是眼镜们的现状。说回来，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夸克是阿里巴巴的吧？好，那夸克跟别家单打独斗的就不一样了。看看阿里有啥哈？支付宝、淘宝、高德地图，这超级常用的平台，还有千问这种大模型。好家伙，那生态就降维打击了。我直接就可以问这个东西淘宝卖多少钱，它不但会回答我，而且 App 里面还会弹出提示，可以直接跳转。在大馆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石头艺术品，一问，嘿，还真答上来了。询问高铁信息会悬浮卡片显示在眼镜里面，车快到了会显示车牌号码。帮我点一杯奶茶。那你们看，最近这个千问里面还多了一个可以点单的功能，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已经试过了？现在这个眼镜还不支持这个功能，但是估计也不久了。你们想象一下，要是你直接跟眼镜说一句，然后你就可以点奶茶了，哇！而且我并不需要专门喊拍照并回答之类的，我只需要直接问这是哪儿，他就知道需要拍照识别。这个体验是真的无缝。这是华侨城光明欢乐田园，甚至它还提供记忆功能，比如说盯着车位，帮我记住车位。已记录停车位 F020，盯着物品，帮我记住这个东西的位置。已记录玩具导弹车在书架上。最离谱的是，你看着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扫码支付，确认支付，不用打开手机，只需要说支付的同时就可以识别声纹。甚至现在那种蓝环 NFC， 你也可以看着它支付。这咋做到的呀？如果你很社恐的话怎么办呢？它也有骨传导，看看我的说话能有多小声。而且很多小操作我都贼喜欢，平时它屏幕都是关着的，但是我抬头看一眼，时间就显示出来了。还有这个拍照按键居然是带触摸的，我手指头放上去，前面就有个框框标记出来拍摄的位置，有点战斗机那味儿了哦。点破城吃大片去啦！不过你别说啊，在眼镜这个体积下面，画质直接众生平等了。
眼镜最重要的几个点，好用之外，还得戴着舒服，而且得非常舒服。这是跟其他穿戴设备都不一样的。它已经很努力了，镜腿很细，51克的重量，在光波导里面算正常水平，亮度4000尼特，在光波导里面算恐怖水平。但最重要的是这个可换电池，不但可换电池，而且你拔下来插上新的，它甚至能够做到不关机。它的光波导跟别的比起来，反光的角度和范围也会更小一些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区别。但是接下来这个就有点纠结了，处方镜片是全贴合的，直接粘死在里面的，好处是非常一体化，不过一旦装上之后就不能拆卸了，所以不存在7天无理由，二手也几乎没法交易。那对于3000多加上镜片4000多的眼镜来说，会不会很纠结呢？如果你想省事儿一点的话，你也可以去找闲鱼上面这种第三方镜片，然后这个镜片这样子塞进去就可以了。OK， 这样子它就已经安好了，但是就可能会磨掉漆哈。拆的话也很简单，你只需要准备一个这样的吸盘坐上去，拔出来就 OK 了。如果你问我牢不牢固的话，就有时候你躺着的时候，镜片会啪的掉到脸上。而且光波导的镜片是纯平的，你可以看看你的近视镜，基本都是有点弧度的，这可能会造成边缘模糊或者是有点晕之类的问题。加上光波导片无论如何都会造成一些反光和色差。所以这就是光波导眼镜的现状了，是该眼镜了，显示还是绿色的640×480分辨率。首先当然是绿色功耗最低，但还有别的问题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你看一束绿光经过光栅之后会变成很多绿光，但它们都是绿光。但更可怕的是，3种颜色的光经过光栅之后，它们的落点是不一样的。这对于眼射光波导的眼镜简直就是噩梦了。彩色光波导眼镜就得让这3种颜色严格对齐。为了足够亮，雷鸟 X3 Pro 里面的光机能够发出200万尼特的白光，亮就算了，还得小，大概这么小。这么小的光机还是3块 Micro LED 屏幕合成的，而且为了让颜色不重影，这3块屏幕经过棱镜反射之后的对齐精度必须小于1微米，也就是1/1000毫米。然后这3原色会经过用光刻机制作的光栅，才能让画面导出到人眼中，最后定格的峰值亮度能达到6000尼特。而这样的光机和光栅有2套，2只眼睛里面的画面也得对齐。可以说，在这种工程难度下，8000多的价格甚至能够看到性价比在里面。这个东西体验是有点次时代的里面的，它甚至在同一个界面里面还做了不同的景深。比如说这个录制界面哈，视频里面看不出来，但实际上这个拍摄按键是凸起来的。菜单里面你选中这个也是凸出来的，这就是带屏眼镜另一个好玩的地方了。你看，在手机上面强提醒，要么靠颜色，要么靠亮度，现在甚至能够靠空间深度。而且录制的时候旁边会一直悬浮着一个预览框，甚至比Quak的那个准星还要体验强很多。而且彩屏之后，你就能在里面用很多很复杂的功能了。你也不想看到股票是这样的吧？甚至以后多模态大模型能力更强了之后，说不定还能图文并茂的交互。不过也能看得出来，雷鸟这种眼镜的设计思路是功能极强大而全的思路。Quak这边是在成本和续航限制下做出的轻量同志的思路。你会更期待哪一种方向呢？当然，雷鸟的这个眼镜在工程上面是更复杂的，体验上相当于彩色电视和黑白电视的差距，但在实用上毕竟出的早一些，续航、AI 还有生态跟Quak的比起来还是有些劣势，更适合极客去体验超前科技。带屏 AI 眼镜跟观影眼镜区别是非常大的，设计目标完全不同。它得同时兼顾省电、轻便、高亮度、透明，还要看起来很日用。试图面面俱到，就意味着没有办法面面俱到。想观影或者是拿来当拓展屏玩，那就得看一看这些了。这些眼镜不追求轻薄，电池直接不要了 ，AI 也不做了，狠狠的把料都堆在了屏幕上面，all in显示效果和显示体验。它们呢，基本操作方式就是用一个 Type-C 连接到你的设备上面，这就成了。其他接口的话得转接一下，然后你可以理解为这个眼镜就是一个显示器，只不过它缩小了，戴在你的头上。所以本质上来说，它们和那些 AI 眼镜已经完全是两码事儿了，只是都借了鼻子耳朵一用。所以如果对这些眼镜不感兴趣的小伙伴，可以跳到这个位置。不过我还是推荐小伙伴们看一看，其实它也比你们想象中的有意思。
所以操作的时候，比如说电脑这边也要设置一下拓展屏幕，合逻辑，但是有点反直觉。之前看到小伙伴没有意识到，提醒一下哈。其实这个价位观影眼镜主要就2款，都是他们的顶级产品，但是他们又很不一样。X-Ray 的重心放在优化基础体验上面，而且他们特别喜欢玩自研，他们用的镜片是独家的 X Prism 光学引擎，你也不用知道这是啥，看一眼 Vicher 这个镜片其实是斜的，这种就是 BB 镜片，所以你一戴上去，直接就能看到自己的身子。但 X-Ray 是平的，就不会这样反光，这个体验是目前唯一的，而且 X-Ray One Pro 的视场角会明显比其他大很多。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内置芯片 ，X-Ray 眼镜里面是自带一个系统的，什么防抖啦、3D 效果啦，眼镜的各种设置全都在眼镜里面直接调整，完全不调输入设备。防抖的效果，你看内置芯片跟其他家外置芯片的对比，区别是不是还挺大的？这个功能，如果你是想把它带在车上用的话，还是很有必要的。而且旗舰产品的特点嘛，所有的功能也是能上尽上，镜腿是可以这样上下掰的。眼镜内还可以设置瞳距调节，这一点在观影眼镜里面还是非常罕见的。电致变色呢也是必须有的，而且它的自动电致变色还挺好玩的。如果是悬停模式，我看着画面的时候，周围就会自动遮光，然后看别的地方它就自动不遮光了。速度比我想象中的会快很多，而且 X-Ray 居然还定制了一台手机。不过我觉得你可以理解为其他人也有的那个机顶盒，但加上屏幕和摄像头卖1000出头，就有点太下本了。插上之后就会有一个类似 Vision Pro 的系统，体验还挺丝滑的，而且还可以拍3D 视频和照片。Vicher 就是完全另外一种思路了，它的眼镜本体是不带计算能力的，虽然是 BB 镜片，但屏幕对的还是要高一些，所有的计算能力都依靠你连接的设备，就比如说连手机就计算，连电脑就计算。哦对，这个连接方式我真的很喜欢，让我想起了阿凡达。它的能力边界确实很强，比如说连着颈环的时候，你可以用手势操作这个系统，里面可以显示3连屏，你可以在里面看着视频，然后再忙点别的。这眼镜连电脑的时候，它算力够猛，就可以把这些2D 的画面转换成3D 的，哪怕这个游戏不支持3D，它也可以这样子去转。我们待会儿开个车试试看。哇，这个车好立体啊，感觉可以这样抓出来。可以抢警车吗？在这儿。喂，这对吗？哦。不是哥们儿，这对吗？哇塞，这个第一人称开车的感觉好好啊！然后感觉这方向盘我可以摸得到的样子。你看小伙伴们的表情就知道有多离谱了。而且它连接电脑的时候是完全无限制的，任何画面，甚至淘宝里面的图片，都像是一个魔法橱窗一样凹进去的。你会想拿它来干什么呢？而且连电脑的时候，它还能开启3连屏模式，对办公还挺有用的。不过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得吃设备算力，据说开满3D 效果能吃掉半个5090，所以你连接手机转3D 就只能播放本地视频了，连 Switch 那就转不了3D 了。而且操作起来其实相当复杂，装软件、等待连接的闪烁，或者是用手势操作的时候，都有不小的学习成本。调整上面和 X-Ray 也都差不多，而且还可以使用旋钮调整屈光度，甚至可以2个人共用一副眼镜，拧一下就行。如果你有散光或者是度数太高的话，才用得上定制镜片。总而言之，这2家 X-Ray 的综合体验很到位，操作和体验相当丝滑，功能很克制，符合直觉。而且 X Prism 光学引擎我是真的很喜欢。Vicher 这边呢，功能更多，更好玩，想象力更丰富一些，拓展性也更强。你觉得哪种更对位呢？不过我必须要说啊，当前的观影眼镜都还有一个通病，发热有点严重。如果你连续看一段时间的话，额头这儿可能会出油。如果你不是很想要这些高级功能的话，雷鸟 Air 4倒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，价格只有上面那些的不到一半，但显示这一块是真狠啊，甚至能够反杀。屏幕是1200尼特的，比一些旗舰都要亮，98%的 P3 色域，这个甚至都要比旗舰眼镜的规格还要高。同样支持120赫兹，还有3840赫兹高频调光和出厂校色。更离谱的是，还有2块 HDR 画质芯片，所以支持 HDR10。你是把它当电视做是吧？不过雷鸟也是 TCL 的嘛，合理。那这样子的配置价格是多少呢？1600多，所以电致变色肯定也是没了。想要遮光的话，嘎巴一下给住。眼镜里面那个菜单简直就像个显示器，一堆可以互相组合的显示模式，电视 DNA 真动了。而且雷鸟它还有个魔盒，这一连好家伙更像电视了。跟其他的盒子不太一样，它没有悬停的功能，也没有那种3D 空间，但搭配买的话，甚至都不到600块钱。
直接用魔盒指向那个方向，点击或者是触摸就能操作，还挺符合直觉的。要我说啊，如果你静态场景观影用，不需要防抖、3D 电致变色这些高级功能，头型也比较合适，不需要可调进退就能带稳，那雷鸟绝对是更合适的，甚至在基础画质上面反而还会更有优势。如果说观影眼镜还可以玩玩以下课上，那 AI 眼镜就真的成本捉襟见肘了。带屏 AI 眼镜呢，下到2000多这个价位，真的就已经是起步价了。更贵的眼镜可以用双光机实现3D 的效果，甚至还有全彩的选择。便宜的眼镜呢，反光的程度、角度、面积比一下都会有不小的差距。外挂镜片的方式也没有那么一体，亮度也完全没有办法跟高端产品比。但是好消息是，理论上软件还是可以压榨的，所以大家都有比较好玩的玩法。你看荧幕主打的是翻译、拍照翻译、同传。甚至还做了一个音箱，可以反向把你说的话给外放出来。而且为了续航，荧幕够散也支持可换电池，只是拔下来就会马上断电，不能无缝。从芯片也能看得出来，2颗都是低功耗芯片，系统用的是 RTOS， 明显就是为了续航和基于图像的弱 AI 去优化的。缺点嘛，可能是芯片太弱，我但凡想要 AI 视觉识别，响应速度就慢的离谱。而且感觉识别的分辨率也并不高，而且显示的 iBox 似乎不太大，比较吃佩戴姿势。显示的画面频闪也比较明显。不过换电、照顾佩戴以及一些配件的思路还是很有意思的。小伙伴们注意一下，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使用，我发现这个镜片真的很容易碎，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。Rocket 就更传统一些，磁吸的充电器，一体的进退，显示比荧幕的还要舒服一些。这个眼镜用的就是高通 AR1加一个 MCU 芯片，制程可比22纳米先进的多，从画质上面就能看得出来。而且 AI 助手的响应速度也会快很多。我觉得换成豆包模型之后，体验是真的非常不错，甚至包括拍照翻译和同传翻译这些功能，响应速度也比荧幕更快。跟更高价位的夸克比，翻译速度也完全不虚。I'd like to start with a question. What is real music? 甚至翻译的时候，它还会提供中英文的对照。缺点嘛也有，如果稍微多用几次，很难撑住一整天。这一块光波导虽然显示的很大很清晰，但是正面也能看得见，就好像有点诡异了。又用了几天这个眼镜啊，它这个功能和 AI 上面都还算蛮完善的，但在佩戴上的话呢，它这个重心其实是整体比较靠前的，所以说这个位置会压的鼻梁这里有点重。还有就是 Rocket 的这个电池在这些眼镜里面算是比较小的一个，像夸克的这个电池就比他们大36%，荧幕的那一个也比他们大28%，这倒是可以用磁吸电池吧，有创意。下次还是用可拆电池吧。但抛开这些的话呢，这个综合体验在这些眼镜里面还是数一数二的。不过这个价位的眼镜，我觉得还可以不要着急，再等等。现在 CES 能看到好多眼镜在等着上市，有一些是去掉了摄像头的，也有去掉了耳机功能的，光波导的位置也在调来调去，应该会有很多非常惊喜的产品出现。价位再往下走点，连显示都没法上了哦。当然，我说的是最新款的眼镜，老款接着卖的不在这个范畴哈。1000多这个价位，因为够成熟，拍摄眼镜反而是最扎堆的，还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厂，小米、理想、魅族、雷鸟全在一块了。但是这个价位的眼镜可以说是各有所长。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录制的效果。这一块的眼镜数量属实是太多了，我直接说一下我用下来的感受吧。如果你纯粹的只是想要高拍摄质量，而且不介意拍摄竖屏的话 ，Meta 的画质真的是遥遥领先，尤其是夜景表现。但代价就是，如果你没有成熟的方案，连 AI 都用不了，佩戴起来这个框形也跟舒适没有办法沾边。综合体验最好的，我觉得是夸克 G1，双芯片，一个高通芯片保性能，一个低功耗芯片维持续航，做工明显好一圈，进退非常的细，看着并不突兀，有鼻托，佩戴挺舒服，而且还是可换电。
电设计，换着电池用，理论上能够直接用24小时。之前提到的那些支付、淘宝识图、记忆、行程日历查询这些功能，它也都能用，就看你是不是那么强需求想用小爱同学了。不然的话，这个 AI 一点儿都不逊色。理想其实是搭配了一个非常高级的蔡司晶片，让它的性价比反而上去了，续航和联动做的也还不错，可以考虑。小米 AI 眼镜的话，当然长处就在米家啦，哪怕是搭配 iPhone， 你也可以用小爱，可以无缝语音控制米家。而且它还巨传统，它居然在眼镜腿上面装了一个 Type-C 口，反正腿已经这么粗了，直接不演了是吧？不过确实还挺好用的。CES 上面又有一些好玩的东西了。吉米的那个眼镜把镜腿设计的非常像普通眼镜，还把摄像头都去掉了，所以看起来就不会突兀。Air Display 版本直接去掉了扬声器，只保留了一边的屏幕，努力把佩戴和续航时间往长了拉。还有一个更激进的版本，只保留了麦克风，可以低功耗的记录一整天的内容。X-Real 跟 ROG 合作弄了一个240赫兹的眼镜，这一下是真电竞了，大尺寸240赫兹屏幕，你还真不好找。雷鸟 X3 Pro 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全彩 AI 眼镜，在 CES 还拿了一个 eSIM 版本出来，彩屏可以独立使用，还带摄像头，你想当手机啊你？今年的 CES 如果有关注的小伙伴也能发现，眼镜的产品明显要开始井喷了，估计什么类型的产品都会有一些。彩色光波导可以说是我个人最期待的一个方向了。那如果是你的话 ，AI 显示能力、拍摄画质、功能丰富度、重量，你会最优先关注啥呢？欢迎小伙伴们一起来讨论讨论。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来填个问卷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铁力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